1969年，人类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当尼尔·阿姆斯特朗，或称阿姆斯壮，踏上月球的那一刻，他说出一句传世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全世界为之沸腾，阿姆斯特朗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凯旋归来之后，这位登月第一人却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仿佛刻意远离聚光灯。他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不参加公开活动，生活也趋于平淡低调。为什么这位创造历史的英雄选择闭门不出？他在月球上究竟经历了什么？随着时间流逝，关于阿姆斯特朗的各种传闻和猜测层出不穷，直到多年后，他去世前的一则传闻才打破了这漫长的沉默。据说在临终之际，阿姆斯特朗留下了一封信，揭开了他在月球上的惊人发现，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和争论。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在太空领域展开激烈角逐。为了在冷战中胜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向全国承诺要在10年内实现登月。此后，美国斥巨资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全国上下都为这一大胆目标紧张又兴奋地努力着。期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例如1967年阿波罗1号地面测试时发生火灾，3位宇航员不幸殉职，但美国人实现登月的决心并未动摇。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3名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踏上了前往月球的征程。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将人送上另一颗天体，举世瞩目。经过多日航行，飞船进入月球轨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坐的登月舱鹰号开始降落，过程惊心动魄，着陆雷达的数据一度迟迟没有出现，登月舱偏离了预定地点，险些降落在布满巨石的坑洼地带。在最后下降过程中，飞船的警报突然频繁响起，但阿姆斯特朗凭借冷静的判断力和丰富的飞行经验，几年前他曾在双子座任务的险情中临危不乱，果断接管手动控制，一边躲避地表障碍，一边密切留意燃料余量。就在燃料几乎耗尽的瞬间，鹰号登月舱终于在月球近海地区安全着陆。当阿姆斯特朗报告这里是近海基地，鹰已着陆时，紧张不已的休斯敦指挥中心和全球观众终于松了一口气，全世界瞬间欢腾。几个小时后，38岁的阿姆斯特朗穿着笨重的宇航服，小心翼翼地沿着舱梯踏上月球表面。他说出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话音落下，眼前展现出一片灰白而寂静的世界，没有空气，没有声响，只有他的呼吸和心跳在头盔内回荡。这死寂陌生的月球荒原，让人类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地球之外的荒凉与壮美。随后，奥尔德林也迈出了舱门，两人在月球表面共停留了2个多小时。他们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安装了科学仪器，采集了月岩样本，并接收了来自地球的电话祝贺。据估计，当时全球有近6亿人通过电视和广播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人类第一次有了共同庆祝的太空壮举。阿波罗11号登月的成功被视作太空探索新时代的开端，也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就在全球现场直播这历史性时刻的过程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发生了。在2位宇航员执行月表活动期间，电视画面和无线电通讯曾意外中断了约2分钟。虽然信号很快恢复正常，但这短暂的静默后来成为无数阴谋论者争相讨论的焦点。对于时年39岁的阿姆斯特朗来说，如此临危不乱绝非偶然。在此前的航天生涯中，他多次化险为夷，以冷静和胆识证明了自己。1966年，他在双子座8号任务中成功控制住了高速旋转失控的飞船，挽救了自己和同伴。1968年，他在测试登月飞行器时突遇故障坠毁，千钧一发之际弹射逃生，毫发无伤。这些经历令 NASA 的同僚们深信阿姆斯特朗是不二的人选。他也不负众望地完成了首次登月任务。登月任务完成后，阿姆斯特朗等人满载荣誉地踏上归途。他们的指令舱在返回地球时降落于宁静的太平洋，宇航员们被立即送进隔离舱观察，
以防月球上可能存在的未知病菌被带回地球。3周的隔离期结束后，3位宇航员受到盛大的英雄式欢迎。他们乘坐车队穿行于纽约曼哈顿，数十万民众夹道欢呼。此后，阿姆斯特朗一行还进行了全球巡回访问，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亲自接见，视他们为人类壮举的象征。阿姆斯特朗一夜之间成为了传奇般的人物，然而在聚光灯下的荣耀背后，一些细节却耐人寻味。在返回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许多人注意到阿姆斯特朗的神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兴奋和轻松。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显得谨慎而沉静，甚至有些心事重重。这与大众心目中凯旋英雄应有的神采飞扬形成了鲜明反差。一些观察者后来回忆说，当时宇航员们看起来仿佛在隐瞒什么似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阿姆斯特朗一贯低调内向的性格使然。无论如何，在随后的日子里，阿姆斯特朗基本谢绝了大部分媒体采访和公众活动，尽量避免出现在人群面前。1971年，阿姆斯特朗主动从美国航天局辞职，返回家乡俄亥俄州，在一所大学担任工程学教授。他似乎渴望回归平静的生活，远离名利的喧嚣。许多人觉得这样的选择颇为出人意料，毕竟登月让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声誉。一些人猜测，站上历史巅峰之后再无更伟大的目标可追，让他产生了失落感。也有人怀疑他在月球上的所见给他带来了某种心理阴影或沉重压力，甚至有阴谋论者揣测，美国航天局对阿姆斯特朗下达了某种保密指令，禁止他透露登月时目击的异常情况，以至于他只能选择沉默。各种离奇说法甚嚣尘上，但当事人始终没有对此做出回应。阿姆斯特朗日常生活低调简单，私下里甚至对亲友也很少谈及登月细节。此外，他的婚姻生活也出现了裂痕。结发妻子多年后选择与他分道扬镳，使阿姆斯特朗的晚年更加孤独。久而久之，他这种近乎隐居的状态让外界更加好奇，那段登月旅程究竟对阿姆斯特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据身边的朋友回忆，阿姆斯特朗完全不在乎名利。他曾对同事说过，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登月壮举是成千上万幕后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他一人的功劳。过高的个人赞誉常让他感到不安，甚至愧疚，因此他极力避免被当作英雄偶像来消费。登月后，几乎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公司都曾邀请他代言广告，但他一次也没有接受过。阿姆斯特朗甚至不轻易签名或开支票，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签名会被人当作纪念品收藏，甚至拿去拍卖。他的一缕头发曾被理发师偷偷高价卖给收藏家。得知此事后，阿姆斯特朗尴尬不已，并要求对方将收益捐给慈善。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觉得他放弃名利的做法有些傻气，但了解他的人都由衷敬佩他这种不逐名不逐利的高尚境界。时间飞逝，阿姆斯特朗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他依旧淡出在公众视野之外，守口如瓶地过着平凡日子。然而2012年8月，这位传奇英雄因心脏病并发症辞世，享年82岁。本以为他的离去将为这个壮举故事画下句点，未料到却因一封神秘信件的传闻，再次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波澜。据说，在去世前不久，阿姆斯特朗终于打破沉默，写下了一封最后的信，详细记录了他当年在月球上的离奇经历。这封信的内容令人瞠目结舌，几乎如科幻小说般不可思议。据传，阿姆斯特朗在信中回忆了阿波罗11号任务中一些从未公开的片段。他写道，当登月舱接近月球表面准备降落时，他们透过舷窗看到月面附近出现了奇异的闪光点，这些发光物体似乎在月球地平线附近快速移动。起初他和奥尔德林以为可能是火箭第3级的残骸或设备反光，然而当休斯敦控制中心回复说火箭残骸远在数千公里之外时，两人才意识到眼前的不明飞行物并非来自人类。更令人震惊的是，成功着陆后，当他们准备离开鹰号登月舱执行月表作业时，竟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脊上
静静停靠着几艘庞然大物般的飞行器，它们没有喷射引擎的轰鸣声，仿佛无声地悬浮在灰色的月面之上。这些飞行器的外形与任何人类已知的航天器都截然不同，体积极其庞大，通体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阿姆斯特朗写道：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显然不是月球上唯一的访客，在附近还有其他东西在注视着我们。那一刻，他只觉后背发凉，心跳几乎停顿，陷入了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与敬畏。就在这时，宇航员与地面控制中心的公开通讯突然中断了2分钟。阿姆斯特朗暗示，这短短2分钟里发生的事足以改变人类对宇宙的看法。他透露，我们当时受到了警告，对方的技术远远先进于我们，他们并不欢迎人类的到来。信中并未直接点明对方是谁，但从上下文推测，他指的很可能是某种外星智慧生命。NASA 随即指示2位宇航员保持冷静，按原计划完成任务，不要轻举妄动，并切换到秘密频道与他们对话，以防这些内容被公众听到。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依照指令，在未知目光的注视下，强作镇定地完成了插旗、拍照、采样等预定任务。尽管内心充满疑问和不安，他们最终还是按部就班地返回了登月舱，并将这个惊人的发现深埋心底。阿姆斯特朗在信中感叹，由于担心在地球上引发恐慌，当局对月球上遇到不明飞行物的事情下达了绝对保密令。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微妙，美苏正处于冷战对峙，任何有关外星存在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震荡。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阿波罗11号之后， NASA 虽然又完成了几次登月任务，但在短短几年内就匆匆结束了登月计划。他写道，人类也许是由于对未知的畏惧而停止了继续探索月球，但真相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阿姆斯特朗也在信中倾诉，这次月球上的遭遇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常常梦回那宁静寂冷的月夜，梦见那些神秘的身影注视着自己，内心既敬畏又迷茫。那感觉仿佛一只蚂蚁仰望星空般渺小无助，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将这份难以对人言的心情埋藏了整整数十年，如今终于倾注笔端，希望人类能够正视浩瀚太空中可能存在的另一种智慧生命。据称，这封信是在2012年阿姆斯特朗辞世后，由其家人或好友公开发表的。消息一出，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轩然大波。许多人震惊于这位沉默多年的英雄竟然隐藏了如此骇人的秘密，也有人对信件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质疑这不过是坊间以讹传讹的故事。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对此保持沉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封信的存在，更让事件平添神秘色彩。不管怎样，最后一封信中描述的景象促使无数人重新审视阿波罗登月的历史，并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在月球上究竟遇到了什么？首先，前文提到的通讯中断和影像遗失问题至今让人费解。当年阿波罗11号登月直播突然中断的那几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NASA 的官方解释是信号故障或者切换摄像机角度等技术原因，然而阴谋论者认为那段空白正是 NASA 刻意隐瞒宇航员惊人发现的时刻。更令人玩味的是，事后 NASA 声称，由于保存不当，一些登月任务的原始录像带意外丢失或被覆盖，这意味着人类首次登月的一部分高质量影像资料如今无从找寻。如此重要的历史记录竟未能妥善保存，引发了公众对 NASA 透明度的质疑。有些人怀疑，这些所谓丢失的素材中也许记录了某些不宜公开的画面或对话，否则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航天机构怎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其次，宇航员们的奇异遭遇和心理变化也成为未解之谜的一部分。除了阿姆斯特朗本人，许多参与过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在任务后的生活轨迹都颇为曲折。第二个踏上月球的奥尔德林一度陷入抑郁和酗酒，难以适应荣誉背后的巨大压力。阿波罗12号指令长皮特·康拉德后来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不幸丧生。阿波罗14号指令长艾伦·谢泼德晚年罹患重病，最终英年早逝。
艾德加·米切尔在退役后公开宣称自己相信 UFO 的存在，并声称美国政府隐瞒了与外星人接触的真相。最后一个登月的人尤金·塞尔南生前感叹过，登月经历让他的人生观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这些太空英雄有的英年早逝，有的饱受心理创伤，有的突然转变信仰，热衷神秘学。有人据此提出所谓的登月诅咒，认为那些踏上月球的人此后大多厄运缠身或精神受困。当然，这或许只是巧合，加之太空飞行本身对身心的严峻挑战，但如此多相似的例子仍然让人不禁联想，难道真的是月球上的所见所闻在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再次，月球上的异常现象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从阿波罗11号开始，不止一次有宇航员报告过在月球附近看到奇怪的光影或不明飞行物。例如，阿波罗16号期间，宇航员曾拍摄到月面地平线上出现诡异的亮点，至今无法完全解释。阿波罗17号任务记录里也留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对话片段，仿佛宇航员在讨论某些看不懂的东西，甚至连苏联的探月计划也有类似传闻。据说，苏联的无人探测器曾拍到月面存在疑似人工构造的物体，只是苏方对此同样讳莫如深。这些零散的传言彼此呼应，仿佛都在指向一个可能性：月球上潜藏着某种我们尚未了解的秘密。值得一提的是，诡异月阵实验也为登月谜团增添了新的神秘。阿波罗12号任务中，宇航员曾故意让登月舱的火箭推进器撞击月球表面，结果整个月球竟震动了将近1小时之久，仿佛是个巨大的空心球体。这一现象让科学家们大为震惊，并成为后来月球空心说的由来之一。有人甚至大胆猜测，月球并非天然形成的卫星，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巨型飞行器。不过这些想法缺乏严谨证据，只能让月球的谜团更显扑朔迷离。最后，各种官方疑点也给了阴谋论滋生的土壤。有观点质疑 NASA 的登月影像是在摄影棚里伪造的，例如照片中看不到星星，是不是因为拍摄时忘了在布景上加上星空？又比如插在月表的美国国旗看上去仿佛在飘动，难道有摄影棚里的风？其实这些疑点都有科学解释。照片中无星是由于相机曝光时间短，在月面强烈阳光下星光无法显现。至于国旗看似飘扬，只是因为宇航员插旗时旋转旗杆带动旗面晃动，而在真空环境下缺少空气阻力，旗帜的摆动反而更持久。诸如此类的质疑早被科学家和亲历者逐一驳斥。登月的真实性还有月岩样本、激光反射实验等铁证支撑，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深信这些阴谋论。2002年，阿尔德林甚至因不堪一名登月造假论者的当面辱骂骚扰，一拳将对方打倒在地。可见这些质疑令亲历者们何等愤怒。另一方面，阿波罗计划在1972年突然终止，也让人费解。原本 NASA 计划一直执行到阿波罗20号，但在成功完成阿波罗17号后却戛然而止。官方解释称，是由于经费削减和国家战略调整，美国将精力转向航天飞机和空间站项目。然而在阴谋论者看来，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美国当局受到了某种警告，因此数十年来再未踏足月球，而是将目光投向别处。毕竟从1972年至今，人类再未踏出重返月球的那一步。甚至有传闻声称，美国暗中进行了阿波罗18号、19号乃至20号任务，在月球背面发现了外星飞船残骸和疑似生物遗体等惊人证据。这些故事虽无可靠佐证，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反映了公众对于月球秘密的无尽想象。事实上，几十年来，关于阿波罗登月真相的猜测从未停止过。从纪录片、书籍到电影，都有人不断演绎登月阴谋的情节，可见这个话题对大众的吸引力之强。对于阿姆斯特朗当年在月球上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最后一封信的传闻到底是真实的临终告白，还是坊间杜撰的传奇？真相在扑朔迷离的往事中若隐若现。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从未停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不断探索太空。阿波罗登月之后，我们发射探测器访问更遥远的行星，建造空间站常驻近地轨道。如今，
美国的阿尔忒弥斯新登月计划正筹备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包括史上首位女性登月宇航员，中国等国家也在规划各自的载人登月行动。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即将重新迈出，同时我们更将目光投向火星乃至更深的宇宙。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新一代探月者再次站在那片银白色的月球土地上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阿姆斯特朗当年的沉默，以及那封神秘最后之信背后的深意。当然，在追寻这些谜团的过程中，我们也要保持理性和敬畏。正如阿姆斯特朗在登月25周年纪念时意味深长地说道，真相常常裹着保护层，只有勇敢揭开的人才能获得突破性的发现。无论月球上是否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这颗人类的近邻始终静静地守望着我们。对于人类来说，它永远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可能的舞台。阿姆斯特朗迈出的那一小步，激励了无数后来者踏上探索征途，而他晚年留下的这个谜题，则如同一面无形的旗帜，促使我们继续仰望星空，勇敢地去追寻答案与真相。如果有一天证实真有外星智慧在注视着我们，人类将如何自处？也许真相揭晓之时，我们会发现它比传说更加精彩，也更值得人类深思。值得玩味的是，月球表面没有空气和水，阿姆斯特朗当年踩下的足迹至今仍在月面清晰可见。然而，留下这些足迹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唯有那些永不磨灭的印记，仿佛在无声地守护着那段尘封的往事，等待着人类揭开其中的真相。月亮依旧高悬在夜空中，冷冷地俯视着地球上的芸芸众生。或许他早已知晓答案，只是等待着人类有朝一日鼓起勇气，再次登临那里，揭开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谜底。从地球大气层的边缘一路向外飞行，一直到太阳系的尽头，我们将发现太空中隐藏的各种未知现象和秘密。或许你会开始怀疑，偌大的太阳系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关着我们的宇宙监狱？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从头开始，逐步飞向太阳系边界，揭开这些谜团的面纱。人类要踏上太空征途，首先必须飞出地球的大气层。就在我们头顶数十公里的高空，看似平静的大气层边缘，其实早已暗藏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在距离地表约25公里的平流层，高空气球经常被科学家用来进行生命极限的研究。这个高度的气温大约是-56摄氏度，被认为是外星不可能存在的生命禁区起点。2013年，英国的科研团队放飞了一只高空气球，当气球升到25千米高空时，它开启了一个采样盒，希望捕获高空微粒以寻找生命迹象。按照常理推测，这么高的地方不太可能有任何生命存在的痕迹。然而，回收采样盒后，科学家在显微镜下却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小圆球，只有1根头发丝粗细。这个微小球体的成分出人意料，它是由钛合钒构成的合金。更惊人的是，当研究人员试图用针尖去拨动它时，小球竟然像鸡蛋一样破裂了，还有类似蛋液的物质流了出来。对这些蛋液成分分析后发现，其中含有碳、氧、氮等元素，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生命必备元素组合。如此一来，这个神秘小球顿时让人浮想联翩，它究竟是自然形成的太空微粒，还是某种来自宇宙的胚胎？要知道，在如此高空中发现由金属构成、内含有机元素的球体，完全超出了我们的常识。一时间，没人能给出合理解释。这起离奇发现至今仍悬而未决。有位英国微生物学家甚至大胆猜测，这个小圆球就像是来自宇宙的胚胎，也许是外太空某种生命的种被送入地球大气层之中。但这个猜想未免太过科幻，目前并无定论。这颗宇宙胚胎静静地躺在实验室里，成为了我们对外星生命起源猜想的一个悬念开端。继续向上攀升，当高度达到60公里左右时，又一个奇异的现象出现了。在接近大气层顶端的位置，竟然观测到了向太空释放能量的闪光。我们都熟悉雷雨天从云层劈向地面的闪电，可这里看到的却像是反向闪电，能量不往地上倾泻，反而直冲云霄。2015年，宇航员在空间站上首次拍到这种奇观时，
一度以为是不是发现了某种通往星空的星际之门，毕竟那明亮的光柱从云层中直刺夜空，看起来仿佛打开了天上一道口子。然而后来的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红色精灵和蓝色喷流。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高空放电现象，简单说就是云层向太空放电。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何闪电会朝相反方向劈出去？这背后的机理目前仍无定论。这些红色精灵和蓝色喷流异常壮观，从60公里的高空直冲到80公里的高度，它们一闪即逝，非常难以捕捉。至今还没有探测器专门穿越这些反向闪电去研究清楚其中的奥秘。或许某天我们能开发出更强大的高空气球或者火箭，在安全距离观测这种反常的向上闪电，找出它们诞生的原因。但目前它依旧是高空中令人瞠目结舌的未解之谜。们原本以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空气和水汽了，然而宇航员却曾在这个高度拍到了一片诡异的云层。在如此稀薄的近太空环境下，按理说不该有云出现，因为云是由水分凝结形成的，而80公里高空应当早已干燥无比。那么这突如其来的云究竟是什么？为了揭开谜底，2007年美国 NASA 专门发射了一颗名为 AIM 的卫星去探测这片高空云层。当探测器尝试进入云层时，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卫星在云中遭到了无数宇宙尘埃的疯狂撞击。AIM 卫星侥幸没有立刻损毁，但这一遭遇本身说明那云并非由水汽构成，而更像是由宇宙尘埃凝结而成的尘云。为什么会有大量宇宙尘埃在大气层边缘凝结？这种奇怪的现象引发了各种猜测。有科学家认为，也许是来自太空的尘埃在这里聚集，受地球引力和大气残余湿度影响，形成了尘埃云。但更大胆的想法也出现了。还记得我们在25公里高空发现的那个宇宙胚胎吗？有人问，会不会就是这些高空尘埃云凝结出了那些神秘的小球，然后随着大气环流掉落下来？虽然听起来离奇，但谁又能完全排除可能呢？遗憾的是，这片神秘云层并未存在太久，就在2012年左右消散了。云散之时，谜团却依旧悬而未决。大气层的尽头似乎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即使在家门口的天空边缘，人类依然有许多尚未解开的未知。成功穿越大气层后，我们正式进入外太空。100公里的高度被定义为卡门线，是地球与太空的分界。从这里开始，就再没有足够的空气供传统飞机的引擎燃烧，也没有蓝天，只有无垠的黑色太空。而在近地轨道上，人类的足迹越来越多，同时也遇到了更多匪夷所思的事件。100公里高空，也就是卡门线所在之处，人类从20世纪中期开始频繁抵达。定义这条边界的是物理学家冯卡门，他预言任何依赖空气推进的飞行器都无法超越100公里，因为那儿的大气已经稀薄到近乎真空。如果能跨过这条看不见的线，就真正进入了太空。1944年，德国的 V2 火箭成为第一个穿越卡门线的人造物体。随后在1963年，美国试验性的 X-15 火箭飞机由飞行员约瑟夫·沃克驾驶，2次冲上卡门线。沃克也因此成为首位2度进入太空的人类。早期这些壮举打开了通往太空的大门，然而在这些激动人心的里程碑背后，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据说在 X-15 首次试飞到高空时，飞行员乔沃克的同事另一位试飞员曾经神色紧张地报告，外面有东西，绝对有什么在跟着我们。当时 X-15 正在接近100公里高度，速度高达每小时6000多公里。在那种高度和速度下，按理没有任何已知飞机或导弹能够尾随。但这位飞行员坚称看到一个高速移动的影子一闪而过。美军回收飞行器后，立刻对此高度警戒，怀疑是否是苏联人在高空窥探。然而那个神秘的超音速影子再也没有出现过，仿佛它出现只是为了确认人类具备了飞入太空的能力，然后便隐去无踪。18年后的1981年，美国首次发射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当航天飞机越过卡门线，发动机熄火，
进入失重状态的瞬间，机组的2名宇航员透过舷窗捕捉到了一张震撼的照片。太空中一个黑色的巨大三角形物体静静悬浮在远处的地球背景前。后来这张照片被称为著名的哥伦比亚黑三角，它看起来和许多 UFO 目击报告中描述的三角形飞行物十分相似。更令人称奇的是，这黑三角在哥伦比亚号进入轨道的关键时刻出现，随后缓缓远去。许多人不禁猜测，这个神秘三角形飞行物是否也是在默默观察和确认人类已经掌握自由往返太空的能力。官方对此的解释非常低调， NASA 在新闻发布会上只是简单的将黑三角归因为不明太空碎片，让公众不要多虑。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毕竟一个清晰成型的巨大三角形光影很难让人相信只是普通碎片，它到底是太空垃圾，还是真有某种不愿露面的访客在注视着我们踏出地球？这仍然是悬而未决的疑问。当高度上升到约120公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极光在大气顶层舞动的奇景。2006年，国际空间站里的美国宇航员杰弗里·威廉姆斯正俯瞰着南极上空的绚丽极光并拍摄照片。忽然，他发现相机画面中极光的帷幕里出现了一个清晰而诡异的形状，像是一个2头带箭头的长条状物体伫立在五彩的极光之中。杰弗里惊讶地认为，那很像一艘隐藏在极光中的长条形星舰。他甚至推测，两端的箭头状结构可能是推进器，而它停留在那里，似乎在利用地球极光为其充能。这听起来相当科幻，仿佛电影中的情节，一艘外星飞船偷偷接驳地球的磁场和能量来源，加满油后再扬长而去。当然，地面科学家在分析过这段照片和视频后，提出了更务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高速宇宙射线击中了相机的感光元件，造成了一个暂时的噪点或尾影，看起来才像箭头形状的物体。所以，也许那星舰只是相机传感器受高能粒子干扰所致。然而，我们不妨大胆开开脑洞。极光本质上是地球高空的大型放电和能量释放现象。如果有高度文明的飞行器，完全可能设想出从极光中汲取能量的技术。这让人联想到科学怪才尼古拉·特斯拉曾经设想的从大气电场无限取电的点子，是不是很巧合？也许真的有某种不想打扰我们的高智慧访客潜伏在极光里，静静给自己的飞船充电，然后继续他们的旅程。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在极光中出现的神秘箭头影像，无疑又给人类增添了一分我们并不孤单的想象空间。再往更高处去，在约250公里的近地轨道上，人类又捕捉到一张奇怪的照片。这次宇航员们拍下的是5个整齐排列的光点，像5颗串成一线的明亮珍珠，悬浮在地球大气的夜幕前。这个现象一度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太空中怎么会有如此5星连珠般的物体，而且看起来每一个都很接近球形，表面反射着阳光，排列得如此整齐，仿佛一支舰队。有人猜测，这会不会又是某种充能完毕，准备远离地球的星际飞船编队？5颗光球并行，就像科幻小说里描述的外星侦察器，或者让人想起刘慈欣小说中的质子和水滴，高等文明的神秘装置，一来就是一串。最初相片传回时，一时间无人能够解释这幅画面的来源。在轨道上同时目击到5个看似金属光泽的球状物，这超出了普通卫星或航天器的范畴。当时这个谜团在航天圈里流传了好一阵子。后来有观点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些离国际空间站较近的小碎片，在特殊角度反射阳光，被相机长曝光捕捉到，从而在影像上形成一串。但这个解释听起来牵强，毕竟要恰好5个碎片排成直线，几乎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直到今天，这张5珠连串的太空照片仍没有权威的定论。也许那真的是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设备，又或者只是宇宙开的一个小小玩笑。不管怎样，它让我们在250公里的高度上，对外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们，这个问题多了几分联想和不安。现在，我们来到大约300公里的高空，这里已经远远高于国际空间站的轨道。
接近地球重力圈逐渐减弱的地带。在这个高度，人类曾拍摄到一段至今令人称奇的视频。1991年4月，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执行任务时，在轨道上进行了空间监视试验。机上的红外摄像机原本用于从太空中监测地球上的火箭发射，但就在它对着地球运行时，摄像机镜头里意外出现了一连串小亮点。从录像上看，足有10多个发光物体从地球大气层边缘飞出，依次射向更深的太空。这可把当时盯着监视器的航天飞机机组人员看呆了。这段视频传回地球后，引起了一阵热议。没有人能确定那些相继离开地球的神秘物体是什么。一种认为可能与某种太空武器试验有关。当年发现号航天飞机此次任务带上去几个奇怪的装置，公开代号叫多用途释放罐。事后有资料解密显示，那其实是一系列轨道武器弹头。理论上，如果从太空释放这些弹头，它们可以像陨石一样重新进入大气层，轰击地面目标，杀伤力惊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人类曾秘密尝试将战争延伸到外层空间。然而，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些在视频中鱼贯而出的物体和在2013年发生的一件著名事件十分相似，那就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陨石爆炸事件。当时，一颗陨石高速坠向地球，在即将造成灾难前突然自空中爆炸解体。后来的慢速影像分析显示，有一个不明物体以极高速度从侧面飞来，撞击了那陨石，使其提前碎裂，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害。这一幕看起来就像有某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拦截了陨石。对比发现号拍到的视频，那一连串飞离地球的物体非常像当初拦截陨石的不明飞行物。这让人不由得猜想，难道有人在向人类发出警告，示意我们不要把战争带入太空？这些高速飞出的物体，也许正是某种高等文明对地球实施的太空禁武行动。否则，要么只能解释为人类自己的太空武器测试，但若真是武器测试，我们怎么可能完全不知情，并对它的轨迹如此困惑呢？巧合的是，冷战时期苏联也曾有一个宏伟的太空计划，他们打算在太空中放置一面巨大的反光镜，声称用来照亮城市的夜空，增加光照。但这个名为太空镜的项目也有潜在的军事用途，一旦将太阳光聚焦，完全可能成为一道烧毁目标的太空死光。后来苏联解体，这面太空镜试验一度无人问津。然而，据报道，在1993年2月4日夜里，欧洲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宽约4公里的光束，快速掠过天空，直指莫斯科。美国和北约军事部门惊讶地意识到，俄罗斯真的发射并展开了那面试验反光镜。不过接着不久，太空镜的柔性镜膜意外被自身天线划破，整面镜子解体焚毁于大气层。有趣的是，这场太空镜闹剧同样充满了诡异色彩。它的坠毁有说法是巧合，也有人戏称是不是又是他们在暗中干预，防止人类在太空玩火。联系起300公里高空那群离奇飞离地球的不明物体，不禁让人背脊发凉。看起来，我们每次企图把武器带上太空，都会发生莫名其妙的挫败，就像有一道无形规矩在约束着地球文明。沿着高度继续上升，我们来到约343公里，这是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惯常运行的轨道高度。在这里发生的一件怪事，甚至被写入了语文课本，成为许多中国学生耳熟能详的故事。2003年，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在搭乘神舟5号飞船绕地飞行时，突然听到了奇怪的敲击声。他描述说，那声音既不像来自飞船外部，也不是舱内仪器发出的。更诡异的是，声音断断续续，没有规律的出现，白天黑夜都会响起，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把木质的小锤子，时不时敲打飞船的外壳，发出咚咚的声响。杨利伟当时惊疑不定，透过舷窗向外看，却什么也没发现。返回地面后，他把这个经历上报，引起了航天部门的高度重视。科研人员尝试在地面模拟各种声音来找寻源头。有人猜测可能是飞船结构受热胀冷缩或空间碎片撞击的声音，
但杨利伟反复听了地面模拟的录音，始终摇头，说都不像他听到的声音。由于找不到确切原因，这事一度没法盖棺定论。更离奇的是，后来神舟6号和神舟7号任务期间，也有航天员在轨道上听到了类似的奇怪敲击声，这就排除了个例偶发的可能。似乎太空中真的潜伏着某种我们未明的因素，会让航天器结构发出仿佛有人敲门的声音。当后来有新航天员问起时，杨利伟只好安慰他们，别害怕，听到也属正常现象。然而-455摄氏度的极寒真空中，谁会在外头敲门呢？这个问题始终无人能答。也许等未来我们在轨建造更大的空间站，有更敏感的设备，才能彻查这种诡异敲击声的来龙去脉。但在此之前，它依旧是笼罩在343公里高度上的一桩悬案。继续往上飞，在约350公里高空发生了让人瞠目的太空鳗鱼事件。这几乎与刚才提到的轨道高度相同，只不过主角换成了美国的一次航天飞机任务。1991年，美国航天飞机的一名资深宇航员斯托里穆斯格雷夫在太空中部署一台红外摄像机。当他把摄像机安置好，凝神通过取景器检查画面时，突然看到镜头里有一个白色细长的东西在慢蠕动。起初他还以为是错觉，但那东西愈发清晰，约2米长，通体发着微微的白光，形状细长柔软，就像一条漂浮在水中的鳗鱼。它一边扭动身体，一边缓缓旋转，居然逐渐远离航天飞机，朝太空深处游走了。这古怪的一幕让斯托里惊呼连连，但等他向同事提醒时，太空鳗鱼已经游远，消失在黑暗中。后来这事在 NASA 内部引发讨论，有人说那可能是飘出的航天飞机冷却水冰结晶或废弃物在阳光下反射所致，但斯托里坚持认为它有自己蠕动的动力，不像被动漂浮的碎片。更加扑朔迷离的是，2003年，也就是在斯托里第一次目击10多年后，又有7名航天员在轨道上共同见证了一条类似的发光太空鳗鱼。这回看到的不止一人，可信度更高，而且大家都描述说那鳗鱼会自主扭动，好似有生命一般。这下太空鳗鱼彻底成了谜中谜。如果它不是太空垃圾，那会是什么东西？生物？还是某种灵巧的自动化装置？目前没有任何科学定论。也许等人类真正具备太空漫游能力时，我们会在静谧的地球轨道上发现，原来还生活着这样一些奇异的邻居。达到约400公里，我们就处在国际空间站的典型高度。在这里，人类长期驻留太空，见闻自然更多。这不，在国际空间站的历史上，就连续发生过几桩著名的离奇目击事件，让许多宇航员终生难忘。2006年，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载着6名宇航员抵达国际空间站，完成了一次组装任务。准备返航时，指挥官杰特通过摄像机例行观察四周的太空环境。这时，他看到远处有一个发光的圆盘状物体。起初杰特以为是摄像机对焦问题，因为那光盘看起来半透明，不像实体金属。可当他调整焦距对准更远处，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由3颗巨大光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静静悬浮在漆黑的太空中。这三角形编队似乎在跟踪亚特兰蒂斯号飞行，整整持续了20分钟。航天飞机上的6名宇航员轮番通过舷窗确认，大家都看到了这诡异景象。他们一致认为这绝非自然现象，而是某种在自主移动、变换阵型的三角编队飞行器。当时实时画面也传回了地面，部分媒体得知消息后一度轰动。NASA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却异常平静，给出的解释依然是老调重弹。航天飞机所见的是空间碎片，这样的说辞显然无法令所有人信服。有记者当场质疑：各位还记得我们失去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教训吗？原来2003年哥伦比亚号重返大气层时，因外层隔热瓦受损而解体，起因正是一块微小太空碎片在发射时撞击损坏了航天飞机的护盾。从那以后， NASA 对近地轨道的每一片垃圾都密切监控，
然而现在亚特兰蒂斯号目击了如此巨大的3块发光物，难道事前一个都没有被监测到？如果真如此，那 NASA 要么是严重失职，要么就说明这三角编队根本不是普通的太空垃圾。尽管宇航员们内心震撼，任务报告中却只能含糊提及见到了不明现象。今天我们提起这桩往事时，依然免不了想象太空中是否真的存在某种神秘的三角舰队，在我们首度完成国际空间站组合，具备更长期太空居留能力时，特意现身观察了一番。再说另一件事，2005年发现号航天飞机执行任务，与国际空间站对接，进行物资和人员交换。这次任务紧随哥伦比亚号事故之后进行，宇航员格外小心，尤其注意检查航天飞机外部有无损伤。果然，在绕飞检查时，他们通过摄像头发现号的腹部隔热瓦也有破损，这和当年哥伦比亚号的情况类似，若不修复，返回时将十分危险。于是2名宇航员出了舱，在太空中进行了紧急修补作业。当他们专注修补时，外部监视摄像头录下了一段令人惊异的画面。远处太空中出现了一个亮点，飞行轨迹呈现明显的折返回旋，也就是说，它飞过画面中心后又自己转了个弯飞回去了。这种轨迹表明它肯定具备自身动力，而非惯性漂移的空间垃圾。一个会掉头的物体绝不是普通碎片能做到的。事后这段录像被反复分析，仍无人能解释那回旋镖到底是什么。 NASA 官方未多谈论，只表示当时未对航天飞机造成威胁。可许多宇航员私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戏言，我们每次在国际空间站干活，好像总有谁在远远看着呢。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俄罗斯宇航员也有类似的共识。与美国同行相比，俄罗斯的航天员们在太空怪事方面显得更见多不怪。他们从苏联时代的礼炮、和平号空间站开始，就对各种诡异现象有所耳闻，甚至亲身经历，因此对美国人动辄大惊小怪还打趣过。例如1999年，美国航天飞机第一次造访刚启用不久的国际空间站时，俄罗斯地面跟踪人员就拍到一个光点围绕空间站飞行的影像。当时一位俄国专家半开玩笑地对美国宇航员塔米说，瞧，你刚才在外面组装模块忙活的整整8小时，他可一直在旁边看着呢。把美国宇航员听的是心里发毛又无可奈何，究竟是什么东西绕飞了空间站8小时，没人说得清。另外，苏联与俄罗斯的宇航员还知道，在太空中竟然存在微小生命。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他们早在和平号空间站时期，就曾在舱壁缝隙里拍摄到菌斑蔓延的影像，也就是微生物在舱外滋生的证据。于是，在2004年，驻留国际空间站的一组俄国宇航员有意做了个试验，他们出舱活动时特意带了抹布，在空间站舷窗外擦拭了一下，然后将抹布带回舱内仔细检查。结果让人瞠目，显微镜下，他们真的在抹布上发现了海洋浮游生物的踪迹，一些微小的海洋单细胞生物竟顽强地附着在距离地表400公里高的空间站外表。这东西既不是发射时带上去的污染，又不太可能从地球大气一路爬升到这种高度，那么它们是怎么来到空间站表面的呢？美国专家听了直呼不可思议，百思不得其解。而俄国专家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些浮游生物也许来自外太空。他们猜测，可能是某些彗星拖拽的冰尘中携带了微生物，当地球穿过彗星轨迹时，这些生命种子就降落并粘附在空间站表面。这个观点听上去像科幻小说，但也在提示我们，生命的起源也许不只局限于地球。外太空播种生命的假说并非全无根据。如果真是彗星尾巴送来了浮游生物，那等于是证明了地球生命起源于宇宙的理论。国际空间站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曾传闻有黑客入侵空间站电脑导致险情啦，前苏联礼炮7号宇航员目击太空天使啦等等。限于篇幅，我们按下不表，以后有机会再细说这些离奇见闻。总之，在400公里的人类桥头堡上，我们已经多次感受到了宇宙深处可能传来的悠悠注视。每当我们在太空更进一步时，
似乎就会冒出新的神秘事件，在考验我们的神经。告别近地轨道，我们继续向外航行，来到地球的第一位邻居——月球，距离地球约38万公里。关于月球的未解之谜，可谓3天3夜也说不完。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讨论过很多次，从月面上空回荡不散的月球钟声，到疑似人工结构的神秘遗迹，以及阿姆斯特朗等宇航员未公开的目击，都充满想象空间。这里我们就挑一个相对冷门却极富科学意味的诡异现象来聊，被称为月球巨人之路的奇观。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的宇航员哈里森·施密特成为最后一个踏足月球的人类。他在月表度过了宝贵的几天，进行了漫步和月球车飙车等活动。临走登上上升舱前，施密特回望广袤寂静的月面，对同伴感慨道：再见了，月球，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有人类到访这里。我们的脚印和车辙将会在这空无一人的世界上保留数百万年之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施密特离开月球37年后，2009年，美国的新型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到了一组让人不安的月表影像。影像中有一长串类似脚印的痕迹，蜿蜒数十公里，每一个脚印形状的地貌都有几公里宽。如果单凭外形去推测，留下这串脚印的生物简直得有几百公里高，迈步跨越山峦，非常荒诞。科学家当然认为这不可能是真正的生物足迹。别说月球弱，重力下有没有巨人，就算真有几百公里高的生命，自己身体的重量也会把骨骼压垮，更别提踩出几公里大的脚印了。那么这一连串酷似脚印的地形到底是什么成因呢？经过仔细研究，地质学家终于给出了比较可信的答案。他们发现地球上也存在类似的地表形态。在美国加州有一条被称为巨人之路的奇特地貌带，连续曲折延伸，与月球上的痕迹极为相像。而成因则是地下熔岩活动，地底岩浆岩隙流动，在地表形成一系列拱起塌陷的长条形痕迹，远看就像一串脚印。这意味着月球远古时期可能也经历过内部熔岩管活动，造成了表面的管涌遗迹。果然，科学家在夏威夷的火山熔岩流遗迹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所以那些月球巨人脚印其实是月壳下熔岩河道的遗迹，只不过规模比地球上的更大。这虽然解开了表面谜题，却进一步证实了一个推论：月球内部可能不像过去想象的完全冷却，至少曾经有过剧烈的火山或熔岩活动。这条巨人之路也因此成为了月球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在充满荒诞色彩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月球地质演化的秘密。当然，月球上仍有其他很多让人浮想联翩的现象，例如所谓月面、人面岩和几何结构、登月任务中未公布的奇遇等等。尽管有的被合理解释了，有的还悬而未决，但月球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未知和已知常常只隔着一层薄纱，需要我们既有想象力也有科学理性去揭开。离开月球，我们继续飞向火星。火星距离地球约2亿公里，是人类最关心的另一个行星伙伴。由于火星和地球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一直被视为地球未来的备份与希望之地。当然，围绕火星也出现了不少令人震惊的发现和谜团。关于火星最令人激动的话题莫过于生命。1996年，一块来自火星的陨石在科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这块陨石编号 ALH84001，被发现于南极洲的冰层中。科学家在对其切片显微检查时，惊喜地发现里面包含一些奇怪的结构，形似微小的虫状化石。这些结构曲折延伸，看起来就像古代细菌甚至蠕虫的遗骸。经过分析，这块陨石的矿物组成与火星完全吻合，科学界确定它来自火星。推算认为，大约在1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了火星，将部分火星岩石震飞入太空。这块岩石在宇宙中漂泊了上千万年，最终坠落南极，成了我们眼前的陨石。若那虫状结构真是化石，那意味着火星在远古时代存在微生物，
甚至多细胞生物。当年的这一发现震动全球，不少科学家公开支持这火星细菌或火星蠕虫的化石证据，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激动地说，也许不止人类存在于宇宙中，如果这项发现得到证实，它将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揭秘之一。一时间，人们对火星曾有生命充满期待，然而随着进一步研究，质疑的声音也出现了。这所谓的微生物化石实在太小，比当时已知的地球最小细菌还要小上10倍。有人说，如果真有生命，其尺度为何如此微观？也有人指出，非生物的化学过程也可能形成类似形状的矿物沉积，最终科学界并未就此达成共识。这块火星陨石的热度逐渐退去，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火星生命证据慢慢被公众遗忘，但它依然安静地陈列在实验室中，等待未来技术进步后再被重新检验。或许某天我们真的能揭开它的最终秘密，到底那些虫状痕迹是生命的残影，还是地质的幻象？时间快进到2012年，人类向火星发射的探测器已经遍布轨道和地表。这一年，科学家突然在火星大气中发现了一场奇特的现象，火星上空出现了一大片巨大的云层，高度达到240公里，覆盖范围宽达上千公里。要知道，地球的对流层云一般只在10公里以下，高空薄云也很少超过100公里，而火星这朵云竟高耸到240公里，相当不可思议。起初，研究人员怀疑是火星上的超大沙尘暴或者某种极光现象，然而无论沙尘暴还是极光，都无法解释云层的组成。美国 NASA 随后用光谱分析这团云，惊讶地发现它主要由水冰构成，也就是说，这是由大量水汽凝结形成的火星云。可是问题来了，火星大气极为稀薄干燥，水汽含量很低，怎么会凭空冒出这么庞大的水云呢？一位华裔行星科学家李天龙提出了一个解释，这水汽可能来自外部，也许是一颗巨大的冰质彗星撞入火星，瞬间释放了海量的水汽到高空，形成了这片云层。换句话说，这场壮观的云现象很可能是一次火星播种事件，有东西给干渴的火星带来了一场及时雨。如果水汽最终降落地表，形成持久的水源，火星或许有机会复活出一个新的生态圈。毕竟，火星有一些阳光，也有微弱的大气和磁场，独缺丰富的液态水。一旦拥有海洋和水循环，红色沙漠星球说不定能重现蓝天云朵与流水。有趣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2012年登陆火星的好奇号火星车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火星土壤中某种惰性气体氙的同位素，氙129的丰度是地球的 2.5 倍之多，而根据我们已知的核物理理论，氙129这种比例异常一般只可能是核爆炸的副产物。更蹊跷的是，火星的大气中氙129异常集中在北半球，好像很久以前火星北半球上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核爆，毁灭了一切。这个推论相当骇人，暗示火星文明毁于一场自我或外来的核浩劫。如果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会产生一个大胆而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曾经火星或许诞生过文明，却毁于战争与灾变，如今只剩荒芜。可是某些太空中的存在并不甘心，就像特斯拉不愿放弃破产的发明家一样，他们也许一直在试图重启火星。2012年的那朵巨大水云，仿佛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播种，为火星送去生命之源的种子。一边，我们地球的伊隆马斯克等人正筹划移民火星，另一边，也许早有某种力量开始替火星填充海洋，铺垫让它重获生机。当然，这一切目前都只是推测。火星上的许多谜题，比如著名的人面岩、疑似火星金字塔与巨石阵遗迹，还有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那样的黑色石板造型，都引发过广泛讨论。我们尚未在火星上发现确定的生命，但火星给我们的悬念和想象并没有因此减少一分。或许未来当人类亲自踏上火星土地时，我们才能真正破解这些谜团。而那一天也许并不遥远。离开火星，我们向外继续航行，
前方是不祥又壮观的小行星带，无数岩石、冰块在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绕太阳飞舞。穿过这片太空碎石场并非易事，但我们的想象飞船无所畏惧，顺利到达小行星带外缘，大约距离地球7亿公里的地方时，我们又有新发现，一颗会说话的彗星正在前方等着我们。2014年，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号探测器抵达了一颗编号 67P 的彗星附近。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探测器的等离子波天线居然接收到彗星发出的奇怪信号。如果将这些信号转换成可听见的频率，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这颗彗星仿佛在吟唱，发出连续的哨声般的歌声。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说彗星在说话，毫不夸张。为了一探究竟，罗塞塔号进一步采取大胆行动，释放登陆器小凤凰，尝试登陆 67P 彗星表面，直接调查它的秘密。67P 彗星的外形很独特，像一个哑铃，由2块冰雪岩石组成，且本身没有磁场，这让科学家更加疑惑，地球上的无线电噪音很多来自磁场与太阳风的相互作用。比如木星、土星这些大行星都会发声，但一颗没有磁场的小小彗星为何会发出无线电歌声？当小凤凰登陆 67P 时，它发回的图像显示彗星表面覆盖着厚厚的尘埃和强烈的宇宙辐射。或许这些电离尘埃在太阳风作用下产生了震荡，形成一种等离子震荡，这就是彗星歌声的来源。但说实话，这解释并不让人完全满意，因为频率稳定的歌声听起来很有模式，仿佛有意而为之。无论如何，罗塞塔的任务收获颇丰，他不仅录下了彗星之歌，还发现 67P 彗星表面遍布有机分子，多达16种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包括氨基酸之类的生命构成要件。这证明彗星很可能是将生命基石播撒到行星上的播种者。俄国专家当初猜测的生命来自彗星，如今得到重要支持。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也许真的和远古某次彗星撞击息息相关。最终 67P 彗星的歌声谜语依旧没有解开，他唱的究竟是哪一曲，无人能懂。科学家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是我们技巧不够，否则就能破译那彗星之歌背后的含义。随着罗塞塔号完成使命，这颗会唱歌的彗星依然在日复一日绕太阳奔走，宇宙乐章中隐藏的密码还静静等在那里，留给后人去聆听与破译。穿过小行星带，我们来到距离太阳约8亿公里处，木星所在的区域，这儿已经远离内太阳系，阳光暗淡不少，但木星本身发出微弱的莹莹之光。木星和土星都是气态巨行星，身上也有一些未解之谜。我们在此稍作停留，因为在木星与土星这两站，人类也曾看见令科学家困惑的现象。木星是太阳系中的巨无霸，它的磁场与辐射带极为强大，经常发出嘈杂的射电信号。如果用无线电接收机指向木星，可以听到类似嘶嘶声和噼啪声，那是木星磁场与其卫星相互作用产生的电磁脉冲。对于这些，我们已经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但土星那里有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奇观，土星北极的云层风暴竟然呈现出规则的六边形。早在上世纪，旅行者号探测器首次拍摄到土星北极，一个巨大的六边形风暴系统整齐地嵌在土星顶端，6条边棱角分明。这实在太奇特了，自然天气系统通常是圆涡旋或不规则形状，如此标准的几何图案让人怀疑是不是土星上有人为力量。后来科学家们为解开土星六边形之谜也算煞费苦心，在地球实验室里，他们用旋转水槽和流体力学试验成功模拟出了类似的六边形涡流图案。原来在特殊条件下，流体中的涡流可以自发组织成多边形，这算是为土星北极六边形找到了合理解释。不过依然有趣的是，土星风暴的六边形稳定存在了至少几十年，甚至颜色都会变化。这或许预示土星深层大气还有更多秘密，但至少六边形本身，我们知道不一定需要外星人就能形成。所以有时候诡异的现象背后也许隐藏的是奇妙的物理原理，而非全部都是外星智慧在作祟。总的来说，在巨行星地带，
我们领略了科学与未知并存的画卷。彗星突然开口唱歌，土星风暴摆出几何形状，一切看似诡异莫测，却又似乎有迹可循。这让我们的太空之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探索与大胆想象其实一直相辅相成。接下来，让我们驶向太阳系真正的边疆，去看更遥远处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继续向外航行，我们抵达了太阳系的边缘地区，广袤的柯伊伯带。柯伊伯带位于海王星轨道以外，从约45天文单位延伸到数十亿公里之外，是无数冰冻彗星和小行星的家园。2015年，人类的新视野号探测器飞临冥王星，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柯伊伯带的成员。冥王星并非孤单，在它附近还有许多奇特的小天体，其中有一颗被昵称为天涯海角，正式名 Arrokoth 阿罗科斯，形状扁平，像个雪人。新视野号曾经飞掠其表面，带来宝贵资料。但是在冥王星之外，柯伊伯带浩瀚无垠，隐藏的东西更多。新视野号在冥王星任务后继续前行，科学家让它在2016年时飞向另一颗小行星，代号为2014 PN70。这颗小行星后来被赋予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阿劳恩 Aron， 这是凯尔特神话中冥界之王的名字。为何取这么阴森的名号？因为新视野号远远观测到，这颗小行星每 5.5 小时就闪烁一次亮光，仿佛在迅速转动，好像一个频频眨眼的冥界守卫。阿劳恩距离太阳约66亿公里，直径大约130公里左右。按照新视野号拍摄的数据，它自转一周仅需 5.5 小时。相比之下，地球自转24小时，火星 24.6 小时，巨大的天王星17小时，最大的大行星木星自转一圈也要接近10小时。而这个小小的阿劳恩竟然 5.5 小时就旋转一周，速度之快让人啧舌。问题是，一个主要由冰和岩石组成的天体，如果转速如此之高，理论上离心力早就会把它甩碎裂解，像一块湿泥巴团拼命旋转，肯定会散开。除非它并非松散的冰岩结构，科学家们为此大感兴趣，决定驱使新视野号靠近一些，看看这颗冥界之星有什么特别之处。正当新视野号调整轨道接近阿劳恩时，探测器突然与地球失去了联系。在那一段紧张的时间里，地面控制无法收到新视野号的信号，仿佛它进入了某种静默状态。当新视野号终于恢复通讯时，它已经飞掠过最近点，阿劳恩被抛在了身后，没有来得及捕捉更多细节照片。这次诡异的断线让人扼腕，也引起许多遐想。于是有人大胆猜想，会不会阿劳恩根本不是普通小行星，而是一艘利用自转产生人工重力的飞船？想象一下，我们人类如果建造巨型宇宙飞船，为了让成员有重力，我们常设想让飞船自转，以离心力模拟重力，这是科幻作品中常见的概念。那么阿劳恩快速自转是否也是在为内部某种生命创造重力环境呢？可如果真是飞船，它的自转周期 5.5 小时模拟出的重力还远低于地球重力，也许只适合某种习惯低重力的外星生物。更有趣的是，有科学家干脆脑洞大开，设想了一种球形触手怪生命。他们假想阿劳恩内部住着球形的外星生物，长着许多触手来适应微弱的离心重力。这些触手怪将整个飞船小行星旋转起来，一边隐匿自己的行踪，一边偶尔闪烁光芒。听起来荒诞不经，但研究者甚至给这种假想生物画出了示意图。他们半开玩笑地说，也许这些外星生物并没有恶意，只是不想让人类过早窥见他们的真面目。所以当我们的探测器靠太近时，他们触发了某种防御机制，导致新视野号短暂失明。无论真相如何，阿劳恩的高速旋转仍旧没有圆满解释。接下来，新视野号将继续在柯伊伯带飞行，可惜柯伊伯带范围实在辽阔，足有将近100亿公里宽，目前探测器还没飞出柯伊伯带的尽头。倒是早在新视野号之前，人类就有幸目睹过一次发生在柯伊伯带边缘的离奇事件。时间回到2012年，当时全球多个天文台观测到了一颗异常明亮的新彗星，
后来命名为埃桑彗星 （Ison）。这颗彗星出现时光芒四射，一度被誉为世纪彗星，因为亮度预估甚至可能接近满月。根据轨迹推算，埃桑彗星来自遥远的柯伊伯带边缘，横跨数十亿公里，正冲向太阳。如此罕见的超级彗星立刻成为全世界关注焦点，各国天文望远镜，包括哈勃太空望远镜，都纷纷对准它，准备观测彗星过近日点的壮丽景象。然而，就在接近太阳前夕，埃桑彗星接连发生了几件令人措手不及的事。首先，它突然加速了。本来彗星受太阳引力牵引，本应遵循既定轨道逐渐提速，但埃桑彗星的加速超出了引力所能解释，它像是自己喷出推力，猛地来了一下加速。随后，天文学家观察到彗星亮度骤然增强，伴随着大量喷射物质，这情形就像开启了引擎。更劲爆的是，哈勃望远镜拍到了彗星在那一刻的影像，尾部喷射形成了一个清晰的 V 字形结构，汇合上似乎有3个规则排列的孔洞，正源源不断喷出物质。这样的画面看起来，反倒比后来人们熟知的那艘雪茄型奥陌陌更像人造飞船。奥陌陌是2017年经过太阳的首个被确认的星际访客小天体，但埃桑彗星在2012年的表现，活脱脱像一艘带3个喷口的星际飞船在启动加速。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剧情又出现了转折。当埃桑彗星通过近日点从太阳背后本该再度露面时，却彻底消失了。天文学家苦苦搜寻，也不见彗星按照计算的轨道轨迹出来。埃桑彗星仿佛凭空蒸发了。有人说它可能碎裂气化了，但按其原本核的大小和亮度估计，没理由完全无迹可寻。于是阴谋论再起，难道埃桑彗星并没有毁灭，而是停靠在太阳背面，完成某种充能任务后悄然改变路线离开了？它留给人类最后的身影，就是那张带着诡异 V 字喷流的照片，如同一个挑衅又神秘的背影。当然，科学界也给出了更平淡的解释。一些专家认为埃桑彗星是一颗彗星新手，即第一次闯入内太阳系的彗星婴儿。因为没有经过太阳炙烤的经验，所以靠近太阳时结构脆弱，一下子就全身气化了。这听起来有道理，但另一些研究者反驳，根据埃桑的亮度推算，它应当是颗和哈雷彗星相仿乃至更古老的天体，含有大量复杂有机物，理应经受过多次太阳造访的洗礼，否则不会那么亮。那么为何这次却突然解体？这个矛盾点至今也没完全解释清楚。埃桑彗星事件为我们展现了神秘柯伊伯带的一角，仿佛在那个遥远寒冷的边疆潜伏着许多不像寻常石头的天体，它们有的闪烁高速旋转，有的突然提速消失，一切迹象都让人怀疑，会不会柯伊伯带中一些所谓彗星、小行星其实是停泊在太阳系边缘的星际飞船，它们在远距离默默注视着太阳系内部，当觉得有趣或必要时才偶露峥嵘。也许我们把它们当彗星，可它们却一直在看着我们，把太阳系当作剧场，而我们是舞台中央稚嫩的演员。终于，我们到达了距离太阳约180亿公里的地方，这是目前人类探测器所处的位置，大约相当于太阳到地球距离的120倍。这儿可算是太阳系的真正边界地带。穿过这里，再往外，就要进入茫茫的恒星际空间。而就在这个边界地带，传说中矗立着所谓太阳系监狱的2堵高墙，被戏称为冰与火之墙。一个是炙热炫目的火墙，另一个则是冰冷黑暗的冰墙，它们或许才是阻挡我们飞出太阳系的最后关卡。那么这2堵墙是什么呢？其实指的正是日球层顶和奥尔特云。我们的太阳不停地向外喷射高速带电粒子流，称为太阳风。这些太阳风将太阳系包裹在一个巨大的泡泡里，这个泡泡就是日球层，也称太阳圈。日球层内，太阳风占据主导，把银河系的星际物质阻挡在外，而日球层外则是银河系弥漫的稀薄气体和宇宙射线。当太阳风向外飞行到一定距离时，会逐渐减速，停下来，与外来的星际介质压力达到平衡，这个分界处就叫日球层顶。根据旅行者号探测器的实测数据，
大约在距离太阳150到180亿公里处，它穿过了日球层顶，进入了星际空间。在这个边界区域，太阳风粒子被大量堆积拦截，形成一堵看不见却炽热的墙，其中主要成分是被压缩的氢原子，可以想象成一层高温等离子气体屏障。科学家估计，在日球层顶这一区域，等离子体温度可高达上百万摄氏度，有些模型甚至预测可能达到100-200万度。这比太阳表面的温度约5500摄氏度高出200多倍。当然，这里的温度是指粒子的动能温度，密度极其稀薄，不像地球上火焰那样灼热，会烧毁飞船。然而，任何大型航天器试图穿越这片区域，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高速带电粒子会疯狂撞击航天器，引发剧烈电荷积累和热效应，可能损坏精密仪器，甚至烧毁系统。此外，这里强烈的等离子湍流和冲击波也会干扰通讯与控制。可以说，日球层顶就像一堵厚约20亿公里的无形火墙，将太阳系封锁在内。从理论上看，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要安全无损地让载人飞船穿越这片炽热的粒子之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被困在这个太阳风形成的泡泡里，就像被这堵氢气火墙锁死在太阳系中。一旦贸然闯入，飞船就如同闯进高能粒子暴风圈，九死一生。假设某天我们真有办法闯过了那道炽热火墙，等待我们的将是另一道考验，一堵横亘在前方、厚达2光年的庞大冰墙，这便是著名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科学家假想出存在于太阳系边缘的彗星云团，它以太阳为中心，像一个巨大的球壳包围在太阳系外层，边缘距离太阳大约1到2光年，那里星光微弱，太阳看上去只比其他恒星亮一点点。整个奥尔特云区域几乎没有太阳的温暖，是接近绝对0度的黑暗寒冷之地。这里的成员是无数的冰陨石和小型天体，可能多达数万亿颗，每一颗都在慢慢绕行太阳，但彼此分布稀疏，却总体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壳层。要飞出太阳系，我们的航天器迟早要穿越奥尔特云。想象一下，那将是怎样一段漫长而艰险的旅程。在2光年的旅途中，你的飞船将一直行驶在黑暗寒冷的彗星海洋中，没有阳光可以利用太阳能板供电，一切电力都得自带储备，或从星际氢中想办法获取。遍布周围的是大小不一的冰冻天体，有的或许直径数公里甚至更大。要避开可能的碰撞，你需要提前遥测每一颗靠近的天体轨迹。可惜在漆黑背景下，它们反射的太阳光微乎其微，观测困难，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毁灭性的相撞。而即便不碰上大的，时不时也会有碎冰、微陨石如子弹般击打飞船，需要强大的护盾防护。更令人绝望的是，在奥尔特云中航行意味着长久的孤独和补给全无。距离最近的人造信号源都要几个月、几年，甚至10几年后才能收到信息。一旦出现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及时援助或补给。人类仿佛进入一片茫茫寒冬荒原，只能自生自灭地穿越2光年的旅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星际流浪。因此，有人说奥尔特云是封锁我们的冰墙，是太阳系监狱的最后一道壁垒。相比之下，之前所有的太空挑战，不管是大气层、范艾伦辐射带，还是月球、火星之距，都显得渺小了。在这里，我们将面对前所未有的黑暗寒冷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尔特云之墙对于有生命的航行者来说，比那炽热的日球层顶更难对付。因为火墙考验的是技术极限，而冰墙挑战的是耐力和生命极限。现在，我们总算明白所谓太阳系监狱的含义了。正是因为日球层顶的火墙和奥尔特云的冰墙一道，形成了天罗地网，让人类至今未能踏出太阳系一步。我们迄今为止发射的最快探测器，也只是勉强穿过了火墙，进入星际空间。但前方的奥尔特云，它还需要上万年才能飞完，可想而知，人类要追上它，甚至超越它离开太阳系，目前完全做不到。那么，我们真的逃不出这座宇宙的牢笼了吗？难道太阳系真是一座为人类量身打造的监狱？其实，
这让我联想到，曾经也有人把地球的范艾伦辐射带比喻为地球监狱。地球周围有2层强烈的辐射带，由高能带电粒子围绕地球磁场形成。20世纪中叶刚被发现时，一度有人担心宇航员无法穿越这致命辐射区，永远被困于地球。但人类最终凭借科学防护，成功穿越了辐射带，登上了月球。事实证明，一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我们技术暂时不达标而已。同样的，这2堵太阳系的冰火之墙，或许在未来也会有破绽可循。也许我们能研发出先进的磁场护盾，保护飞船安全通过炙热的日球层顶。也许我们能找到捷径穿出奥尔特云，比如利用某种星际穿梭技术，避开绝大部分漫长航程。甚至可能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星际之门，比如太阳系某处隐藏的时空虫洞，连接着遥远的星域。还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猜测，这一切障碍会不会本身就是某种高级智慧为我们设置的考验？就像科幻作品里常见的那样，高级文明也许早已注意到地球幼嫩的文明，为了保护也为了约束我们，在太阳系边缘布下了种种机关。只有当我们足够成熟，才能找到通关的方法。在那之前，贸然闯出只会自取灭亡。这听起来近乎神话，但不也正契合了我们看到的许多诡异现象吗？比如每当我们玩火，想把战争带到太空，似乎就有一只无形之手介入阻止。也许我们现在所处的太阳系更像一个安全的育婴室或生态球，我们被圈养于此，一方面避免了外界的危险干扰，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们胡来。等有朝一日我们真的破茧成蝶，飞出太阳系时，也许才能真正走进银河系的成人世界。从大气层边缘到太阳系尽头，我们一路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宇宙未知事件，有的是真实发生却难以解释的科学悬案，有的是猜测和想象交织的奇异画面。回顾这一趟离奇之旅，你会发现科学与科幻一直在交织共舞。正是因为有严格的科学观测数据，我们才能确认诸如高空发现金属胚胎、ISS 舷窗擦出浮游生物、彗星发出神秘歌声、旅行者穿越太阳风层顶等真实存在的现象。也正因为大胆的科幻思维，我们才敢去联想太空鳗鱼的身份、极光箭头的用途、阿劳恩的真相、彗星飞船的可能，还有那太阳系监狱背后的意义。这些故事，有的或许终将由科学解开真相，有的可能永远停留在传说，而它们共同传递出一个信息：仰望星空，宇宙充满未知。我们的宇宙既是科学探求的乐土，也是想象力驰骋的舞台。在银河寂静的暗处，也许正闪烁着别样的灯火等待我们。那一声声来自远方的疑似呼唤，比如著名的 WOW 信号，以及近年探测到的快速射电暴，可能就是宇宙间向我们飘来的只言片语，提示着我们并不孤单，只不过目前的我们还困在各自的壳里。人类文明就像孕育在茧中的蝶，或是壳里的雏鸟，在没有打破蛋壳以前，我们听到的、见到的关于外界的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太阳系这个蛋壳是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的桎梏。当我们终有一天鼓足勇气啄破这层束缚，飞出太阳系，迎来的也许将是如同繁华剧院般的浩瀚星际社会，一个远比我们想象更热闹精彩的舞台。回到现实，逃离太阳系的征程注定漫长而艰辛，但正因如此，才更考验我们人类的智慧、勇气和恒心。从范艾伦带到火星，从小行星带到奥尔特云，每跨越一道障碍，我们就成长一分。历史已经表明，那些所谓不可逾越的界限终会被突破。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代，太阳系监狱也将被人类一一攻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透过这次奇幻般的旅程，希望你既增长了知识，又保有了一颗对于未知的好奇之心。因为正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引领我们不断探索，冲破一个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墙。也许现在的我们还只是宇宙生态球里的一尾观赏鱼，刚刚学会在地球的小池塘中游弋，但总有一天，我们会跃出水面，拥抱星辰大海。那么，下次再仰望夜空时，别忘了那遥远处可能注视着我们的他们，以及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的无尽未知。
你可曾想过，地球虽然是人类的摇篮，但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摇篮里。眼下这颗蓝色行星正面临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污染等等世界性难题。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被迫承认，地球再也无法维持人类生存。这听起来十分悲观，但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选项。于是人类开始憧憬离开地球。不过想在茫茫宇宙找到另一处能住人的家园，谈何容易。但困难归困难，我们却不能就此放弃。所以人类将火星定为首要的太空移民目标，希望在那颗红色星球上找到新的生存机会。毕竟假如地球环境恶化的太过严重，我们需要一个备胎星球来延续文明。火星移民计划看似科幻，却不断在各国推动着。越来越多的火星探测器被发射，让我们对那颗遥远的红色行星有了更直接的了解。那么，火星究竟具备何种条件？它可以成为我们第二个家吗？太阳系里有4颗类地行星，水星、金星，都由岩石构成，但人类为什么把移民目标定在火星，而不是离地球更近的金星呢？要知道，金星在大小和质量上与地球极为相似，甚至引力也相差不远。照理说，这应该是最容易搬家的行星，可现实却恰恰相反。原因在于金星表面环境过于恐怖，它的大气压高达地球的92倍。换句话说，你若真的踏上金星，就像背负了地球上1000米深海洋的压强，一瞬间可能被压爆。同时，金星的地表温度居然高达462摄氏度，没有一滴液态水。像锡、铅这类低熔点金属都能在那可怕的温度下融成液体，更别提人类想要在那儿生存。反观火星，相对来说温和得多，也因此成了我们最优先考虑的移民对象。火星与地球一样，位于太阳系的视距带上。所谓视距带，就是离太阳既不太远又不太近，让行星有机会保持合适温度，甚至存在液态水。当然，有科学家持不同意见，他们觉得生命也许能在别的更极端环境生存，但至少对我们而言，火星身处的区位算是比金星安全许多。另外，火星也有公转和自转，且自转周期与地球相当， 24.6 小时左右。换句话说，它和地球一样会有昼夜更替，这意味着一天概念还能移植过去。只是火星公转周期更长，大约相当于地球的687天，也就是一整圈下来几乎要2年。不过，人类如果真的过去住，或许会搞一套火星历，毕竟一年要过600多天。总之，跟金星的地狱般温度比起来，火星显然是更可行的那一个。火星为什么被认定为第一目标？除了它跟地球同在太阳系视距带上，还因为它的昼夜周期非常接近地球。火星自转一圈要24小时39分，相较我们地球的一天只多30几分钟。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在火星上生活，也能看到熟悉的东升西落，只是每天会多那么一点时间。不过，火星公转一圈却要687天，也就是地球上将近2年的时长。这让火星的春夏秋冬显得更漫长，因为一年就变成地球的2年。科学家们还专门制定了火星历，把火星纪元0年定在地球的1953年5月24日，这样算下来，2022年12月26日，差不多是火星的第37年。听起来是不是很新奇？毕竟我们在地球已经20世纪末21世纪了，火星这边还才30多岁。
此外，火星自转轴倾斜约 25.19 度，跟地球 23.5 度十分接近。这意味着它一样会经历季节交替，只不过火星轨道更椭圆，所以四季不对称，有的季节比别的要长。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搬去火星，度假得小心算时间，不然一场冬天可能就是地球上的1倍多时长。火星也有卫星，不过跟地球的月亮不可同日而语。火星卫星叫火卫1、火卫2，个头很小。如果你在火星表面仰望天空，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明亮圆月，而是2个小家伙。总体来说，火星与地球既相似，又有许多差异，这也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又让我们意识到难度不小。毕竟它不是地球2号，而是一个具有自己节奏与年历的红色世界。火星除了自转，昼夜与地球类似，它的表面地貌也有许多神奇之处。不过跟生机勃勃的地球相比，火星更像一个干旱贫瘠的沙漠世界，几乎没有大型水域，也没有茂密森林。让我们先看看它的大小。火星比月球略大，但远远小于地球，直径仅是地球的1半左右，体积只有地球的1/6，质量更是不足地球的1/10。换句话说，如果你体重在地球上100斤，那么在火星上就只有38斤，走起路来会轻松很多。再看火星大气，它的大气相当稀薄，只有地球大气浓度的大约1%，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约占 95%， 再加一些氮气、氩气，真正的氧气含量却微乎其微。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跑到那儿无法直接呼吸，只能靠宇航服或人工系统提供氧气。观其外表，火星之所以被称为红色星球，是因为地表布满氧化铁，看上去呈橙红或褐红的色调。但别以为它就全是平坦沙漠，实际上，火星的山峰、峡谷都比地球同类地形大得多。比如奥林帕斯山，这是一座像盾牌似的巨型火山，底部直径达到600公里，足足比中国湖南省面积还要大。它的高度超过21000米，差不多是珠峰2倍，稳坐太阳系最高山峰的宝座。再比如水手峡谷，全长约4500公里，最深处能下探8公里，被称为太阳系最长裂谷，可从太空中一眼看见它那巨大裂痕。火星的南北半球也存在明显的地势分野，北边广阔低地，一片相对平缓，占据了差不多接近半个星球的面积，南边则是高地，布满大大小小的撞击坑，这让火星呈现一种北低南高、赤道隆起的独特格局。当我们用望远镜或轨道器观察火星时，往往先留意到那条显眼的水手谷和塔尔西斯高原。说到拍摄火星的壮丽图像， NASA 哈勃太空望远镜曾在2016年5月12日拍到一张火星的高清照片，当时火星与地球都位于太阳同侧，距离仅8000万公里左右，被称为火星冲日时期最适合观测。照片中间那片橙色称作阿拉伯高地，是火星上最古老的地形之一，遍布古老的陨石坑。下方黑色条状区域则是士坝湾与子午线湾，中间圆形结构就是斯基亚帕雷利陨石坑。在右侧还能看到大瑟提斯高原，覆盖了大片玄武岩地貌，因为没被沙尘掩盖，看上去相当暗。2020年7月，人类向火星发射了空前规模的探测器阵容，阿联酋、希望号、中国天问1号和美国毅力号分别在次年2月抵达火星。希望号主要分析火星大气，天问1号则先环绕，3个月后才着陆。
毅力号更是直接降落到火星表面。其中最抢眼的着陆表演来自毅力号，在2021年2月18日成功降落杰泽罗陨石坑，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7分钟恐怖过程。当航天器以约19500公里每小时的恐怖速度切入火星大气层，短短几分钟内就得把速度降至每小时3公里左右，否则就会撞得粉碎。整个过程包括大气层减速、超音速降落伞展开、抛弃隔热罩、点火反推背包，以及空中吊车放下火星车。要知道，火星大气虽然稀薄，但仍足以让飞行器在进入时剧烈摩擦生热，温度最高可达1300度。过程里的一举一动都自动完成，因为火星与地球通信有10几分钟延迟，人类无法实时指挥。毅力号使用了直径21.5米的超音速降落伞，这是人类在其他行星上用过的最大伞具。当它在马赫数高达4-5倍的情况下展开，瞬间会产生逾10吨拉力，而且火星车还要忍受抖动与旋转。接着隔热罩分离，飞船速度降到约每小时320公里，但还是太快，必须使用火箭背包完成，最终减速。最后那道著名的空中吊车更是让火箭背包悬停在空中，通过缆绳把火星车放到底面。一旦火星车落地，背包就飞离到安全距离坠毁，整个动作堪称宇航工程的极限操作。这次毅力号成功后， NASA 还同步公开了火星着陆的影像与声响。火星车落地后拍摄了全景照片，让我们看见一片荒凉的红褐色沙砾世界。几块孤零零的岩石散落其间，天空也并非地球那样的湛蓝，而是泛着淡淡的橙色。这和火星大气中的尘埃及二氧化碳成分密切相关。毅力号还带了麦克风，首次录到火星风声。由于火星气压低，温度冷，加上二氧化碳占比高，声音传播速度变慢，音调也有区别，更显低沉。后来还捕捉到陨石撞击时的奇特声音，进一步说明火星虽然风沙弥漫，但并不是死寂一片，各种动态现象都在上演。总之，人类对火星的着陆探索正在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尽管火星与地球存在巨大的差异，可随着探测器一批又一批飞过去，我们对这颗星球了解愈发深入。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国家和商业公司的火星车陆续抵达，乃至我们人类真的走下舷梯，亲眼见证这个红色世界的真实面貌。很多人关心，为什么要让探测器降落在杰泽罗陨石坑？因为科学家推测，35亿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湖泊或三角洲，水流漫过湖床，沉积了各种富含矿物质的淤泥。倘若火星上真的诞生过微生物痕迹，这种富水环境最可能保留它们的化石或化学印记。因此，毅力号任务的核心目标就是在此寻找过往生命的痕迹，并收集样本，期待有朝一日能把这些样本带回地球化验。除此之外，毅力号还搭载了实验性小型直升机机智号，想看看在火星这种大气稀薄的地方能否完成动力飞行。事实证明，机智号的首飞成功，这也让我们离火星全面探测更进一步。如果未来能在火星上广泛使用无人机，就有机会勘测地表更多区域，找到更多潜在价值区域。然而，落地火星只是第一步，真正要在那里生存，还得克服极端温差、资源匮乏、强烈尘暴等等难题。但至少我们已经跨出关键一步，这也是人类朝着火星移民迈出的里程碑。在某天，你或许会看到地球人穿着新型宇航服，
在火星荒野里采矿、建设基地，甚至在火星上种植农作物，开启宇宙时代的新篇章。说完毅力号的火星壮举，我们再来聊聊火星这个地方究竟有多恶劣。首先，稀薄的大气决定了火星风景并不如地球明亮，那里空气密度不到地球的1%，高原反应都嫌太弱。更离奇的是，在火星上听声音与在地球上截然不同，因为声速较慢，且高音频会被二氧化碳大气吸收，所以人耳能接收到的声音会显得又低沉又模糊。火星表面温度平均零下63摄氏度，不过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更低，又或者在夏季午后稍微上升一点，但总体是严寒多于温暖。因此，如果你穿着普通衣服走出去，不出几分钟，你就会被冻得不省人事。还别忘了，空气里几乎没有氧气，就算你不被冻坏，也会因缺氧而昏厥。另外，火星的尘暴是我们很关注的极端天气。有时，这些尘暴规模巨大，能笼罩几乎整个星球，天上尘土翻滚，让能见度急剧下降。如果我们将来在火星上建立基地，就得思考如何对抗这类尘暴，否则太阳能板可能被遮得一片昏暗，能源短缺导致所有系统停摆。再看没有宇航服就能活多久这个问题，答案非常可怜，大约2到5分钟。因为火星大气压极低，人类暴露在这种环境中，肺里的氧气很快被消耗殆尽，短短10几秒就会因为脑缺氧陷入昏迷。接下来，身体器官因内外气压差过大而开始膨胀，而且体内液体会因为沸点降低而开始沸腾，比如血液、唾液，这绝对是一种极度痛苦的过程。所以，如果不在5分钟内得到救助，人几乎肯定会死亡。历史上也有案例，像联盟11号在太空飞船故障后，舱内空气流失，3名宇航员没穿宇航服，结果不到1分钟就全部牺牲。可见在无防护之下，真空或者近似真空环境有多么致命。此外，如果你死在火星，且没有被埋进任何人工设施，那么你的身体会在极低温下逐渐冻结成火星冰人，再被漫天黄沙覆盖。有趣的是，有人设想，如果马斯克未来真的改造火星，让星球回温，地下冻结的水融化，说不定被封存在你身上的微生物会重新活过来，那你就有可能成为火星生命的先祖了。听起来虽荒诞，却不失想象力。再者，人类要从地球跑到火星，往返还不止一趟，这个距离可是平均2亿公里，最远可达4亿公里。光飞过去就得大半年左右，回程同样漫长。宇航员长时间待在狭小舱室，面对辐射、骨质流失、心理压力等，都将是巨大挑战。相比之下，登陆月球就简单得多。月球重力仅地球1/6，飞船返回也无需带太多燃料。而火星引力大约是地球 38%， 想要把人再运回地球，需要庞大的火箭助推器，还得解决燃料补给问题，这种费用与技术难度都极其惊人。所以到目前为止，航天专家指出，以现有科技要把人送去火星并安全带回，理论上可行，但在经济和工程上都几乎无法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看到探测器去火星，却还没见到真正的载人往返。不过，不少人依然对未来充满乐观，像马斯克那样的企业家正尝试把火星往返的成本大幅拉低。或许再过几十年，我们真能把火星当成第二地球。
总之，火星是一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星球，也可能是人类下一个落脚点。在这个荒凉世界上，有冰封的水，有巨大的山川峡谷，也有足以改写我们未来的机遇与风险。我们若真想在那里安家，就得同时面对极端气候、稀薄空气、强烈辐射和超远距离带来的重重考验。但正因为地球也许并不永恒，火星的探索才显得如此迫切而充满希望。话说回来，改造火星绝非一朝一夕。有设想提出用核弹轰击火星2极，使其冰盖融化，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和水蒸气，进而增厚大气层，升高温度，但这在技术和伦理上都充满争议。也有人认为，可在火星地表种植耐辐射藻类，慢慢释放氧气，数百年后让火星变成蓝绿相间。无论如何，改造一个星球是项宏大工程，需要远比我们登月更大的投入和时间。正因如此，有人说，或许火星永远只能当科研基地，让少数研究人员或冒险家驻留，并非适合普罗大众大规模移民。也许最终人类会更倾向于把地球问题先解决好，不到山穷水尽时，恐怕不会大规模迁往火星。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对火星的每一步探索都意味着我们在太空时代往前迈了一步。天文学界最近有点坐不住了。自2022年启用以来，耗资100亿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一直在刷新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而在2025年，韦伯望远镜的一系列颠覆性新发现更是让科学家目瞪口呆，感觉仿佛宇宙在对我们喊：你们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东西反了，全反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发现如何动摇了现行的 Lambda、CDM、Lambda 冷暗物质、宇宙模型和大爆炸理论的根基。故事要从宇宙的婴儿时期讲起。本来我们以为宇宙诞生后的头几亿年应该是一片黑暗混沌，只有零星的新生、恒星和小星系闪烁着微光。然而韦伯望远镜的观测结果狠狠地给了我们一记下马威。2022年第一次升空观测时，科学家就在韦伯的数据里发现了几个超出预期的大质量星系。这些星系出现的时代居然是在大爆炸后区3亿到5亿年左右，也就是说宇宙年仅几个月大的时候，按138亿年的寿命类比，就已经孕育出了成熟个体。打个比方，这就像我们期待看到宇宙的婴儿在蹒跚学步，却突然蹦出来一群成熟稳重的成人。科学家一开始甚至怀疑望远镜是不是看错了，这些红的发紫的小光点会不会其实是离我们较近的尘埃盖住的星系，还是望远镜校准出问题了？但随着更多观测接连不断，质疑声被实打实的证据压下去了。那些不起眼的小红点确实是非常早期的星系，而且质量之大，年龄之老，完全出乎意料。举个具体例子，韦伯高级深空巡天 JADIS 项目中，一个被昵称为加德斯的早期星系引起轰动。根据韦伯的数据推算，这个星系的光在路上跑了将近135亿年才到达地球，也就是说它诞生于大爆炸后不到4亿年的宇宙黎明时期。然而它的质量和规模却几乎不亚于银河系。按理说，在那样的宇宙幼年阶段，只应该存在一些散乱的小星系和原始恒星团，可加德斯星系看起来就像时间提前了几十亿年，让一个满级号闯入了新手村。更惊人的是，这类现象并非孤立。自2022年以来，韦伯已经识别出超过700个类似的早期星系候选体，统统都有着长得太大、成熟太早的怪异特征，与我们根据标准宇宙模型所做的预测严重不符。科学家原以为也许能找到1-2个不合常理的漏网之鱼，没想到韦伯一出手就是大爆冷，这样的异常星系频频出现，多到快要变成常态。这下可把宇宙学家们搞懵了，难道是我们的宇宙模型出了纰漏？否则这些小怪兽星系究竟是怎么来的？
时间来到2023年年初，韦伯望远镜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科学家宣布，在大爆炸后5亿到7亿年之间，发现了6个规模堪比银河系的远古星系。要知道，根据我们现有的模型和理论，在宇宙诞生不到10亿年的时候，这种级别的庞然大物根本不应该存在。当时，这些星系中的恒星已经相当成熟，许多是年老的红色恒星，仿佛宇宙刚眨眼就长出了白胡子。研究人员直言不讳地说，这一发现给科学出了大难题。还有人夸张地表示，我们可能得重新改写宇宙学的教科书了。毕竟，这6个星系的存在彻底质疑了我们对早期星系形成的整幅图景。想象一下，本来教科书上画的是宇宙从无到有，小星系慢慢合并长大的进程，现在突然蹦出来几位不速之客，在宇宙年纪还不到 5% 的时候，就提前上演了星系成年礼。这就好比一个小学班级里出现了几个身高2米、满脸皱纹的学生，老师和校长能不震惊吗？要解释这些星系为何能如此快速的成长，天文学家开始抓破脑袋。是我们的理论低估了恒星诞生和聚集的效率，还是有我们不知道的加速机制？或者更大胆一点，会不会我们的宇宙年龄估算错了？宇宙其实比想象中老成得多。就在众人还在为那些远古星系争论不休时，2025年的最新观测再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一次走神台的是一个被称为 Big Wheel 的巨型螺旋星系。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它实在太巨大、太特殊了，形态宛如一个巨大的轮盘。Big Wheel 星系距离地球约117亿光年，它的光来自宇宙大爆炸后约20亿年的时期。在那样的年代，大多数星系还应该是小不点儿，按常理顶多刚开始形成雏形。然而 Big Wheel 完全打破了常理，它拥有完整绚丽的漩涡盘状结构，直径达10万光年，旋转速度高达每秒200公里，整体质量约为银河系的5倍之多。这几乎与如今宇宙中最大型、最成熟的螺旋星系不相上下。科学家看着这个宇宙大轮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位加州理工的教授感叹道，这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庞大的早期螺旋星系，简直前所未闻。另一位天文学家形容说，这就好比我们发现了一只活生生的恐龙，而它竟然存在于恐龙该灭绝的年代。是啊，根据我们之前的认知，宇宙在大爆炸后20亿年时应当还处于星系发育的童年期，怎么会跑出一只成年恐龙满地乱跑？为了解释 Big Wheel 的存在，研究团队推测，它所处的宇宙区域异常致密，周围星系密度是宇宙平均值的10倍以上。这种环境也许为其快速成长提供了温床，充足的冷气体源源不断地汇聚过来喂养它，并且频繁的星系并合加速了质量积累。简单说，就是富氧加催肥，硬是在短时间内造就了一个星系巨无霸。这听起来似乎是个合理的特例解释，可问题在于，像 Big Wheel 这样早熟的星系，在韦伯的视野中并非孤立。正如我们提到的，还有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星系都或多或少地超出了标准模型的预期范围。所以，除了解释单个案例，我们还得从整体上反思，是不是我们的理论本身有哪里不对劲。在天文学家圈子里，一直有一套标准宇宙配方，学名叫做Lambda CDM 宇宙学模型。这套模型自称简单，却威力无穷。只要准备好几个基本成分 Lambda 即宇宙学常数代表暗能量，占比约 68%， CDM 即冷暗物质，占约 27%， 再加上 5% 的普通物质，配上一场138亿年前的大爆炸和此后的引力作用和宇宙膨胀，就能烹调出我们今日所见的一切。从微波背景辐射的微微纹路，到星系如何分布、演化，都在模型的意料之中。一直以来， Lambda CDM 模型在大尺度上确实很能打，很多观测结果都和它惊人的契合，因此它被视为当代宇宙学的基石。我们理所当然地相信宇宙演化史大体正确，宇宙从炽热起点开始膨胀，最初诞生了氢元素和微小的密度波纹。大约 3.8 万年后，暗物质开始主导，引力将物质慢慢聚成星系雏形。5亿年左右出现第一代恒星和星系，
此后星系合并成长，诞生星系团，一直发展到今天。而暗能量宇宙学常数 lambda 在后期接管主导，让宇宙膨胀加速。然而如今，韦伯的发现似乎在这套剧本哪里不对？那些过早出现的大质量星系，完全不像模型中循规蹈矩的宇宙该有的产物。如果 lambda CDM 是对的，那么像 Big Wheel 这样的星系，绝无可能在20亿年时就长成，它需要更多时间来积累物质，形成盘旋结构。同样，那6个超大星系在宇宙年仅5亿岁时冒出来，几乎就像婴儿摇篮里躺着一群老人。从模型角度看，这是难以容忍的反常。面对这一连串打脸的数据，科学家开始反思，是不是 Lambda CDM 模型里缺了什么环节？早期恒星形成效率可能被严重低估了，或者初代恒星的质量分布、初始质量函数在早期宇宙完全不同，使得恒星和黑洞能以我们意料之外的速度生长。还有人猜测，会不会早期存在大量由暗物质驱动的快速并合，或者其他新物理过程，加快了星系成熟？这些想法五花八门，但都还是在试图修补 Lambda CDM， 而非抛弃它。可要是怎么修补都解释不了呢？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我们对宇宙最基本的认识可能出了偏差。毕竟模型再成功，也只是基于已有观测得出的近似。一旦新观测跳出框框，模型就需要升级，甚至推倒重来。这种情况历史上不是没有过。上世纪末暗能量的发现，不就迫使宇宙学模型大改版，引入了 Lambda 这个全新成分吗？如今韦伯的早期星系们也许正在释放类似的信号，宇宙公式该更新了。除了星系的难题，宇宙学标准模型还有另一件家丑在困扰着科学界，那就是著名的哈勃常数之争。简单来说，不同方法测得的宇宙膨胀速度，哈勃常数 H 一直对不上，用附近超级新星测一个值，用宇宙微波背景推算又是另一个值，两个数总是差一截。这被称为哈勃张力，是近年来宇宙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些科学家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对暗能量的假设有问题。Lambda CDM 模型假定暗能量就是个恒定的宇宙学常数， Lambda 永远均匀的充斥空间，强度一成不变。但如果暗能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随时间变化呢？比如早期宇宙的暗能量更强劲，后来逐渐减弱，或者相反。这种动态暗能量的想法最近越来越受到关注。2023年底，诺贝尔奖得主亚当·里斯，当年发现宇宙加速膨胀的功臣之一，等人对最新观测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用韦伯望远镜等新一代仪器精确观测远方造父变星和超新星后，哈勃常数的争议不但没平息，反而显得更刺眼了。里斯几乎要抓狂地问，为什么我们最好的测量工具彼此不一致？问题出在哪？这时候，一个大胆的解释浮出水面，也许问题出在我们对暗能量的假定上。如果我们放弃暗能量恒定不变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一些矛盾就有机会被缓和。试想，如果宇宙在早期经历过一段额外加速的时期，暗能量当时更给力，推动空间扩张更快，那么通过宇宙微波背景等推算出来的膨胀率会提高，更接近本地观测值。这正是所谓的早期暗能量理论的一种思路。反之，也有可能是暗能量逐渐增强，但那就更麻烦。总之，重点在于暗能量不是固定的 lambda。我们可以打一个生活中的比方，原本以为宇宙膨胀是在暗能量这台发动机恒定推力下平滑加速，就像车子一直用定速巡航，动力不变的前进。但现在怀疑，这台发动机的油门可能时紧时松，宇宙扩张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推拉。这可不得了，因为 Lambda CDM 的 Lambda 字母就是基石之一。如果暗能量不是常数，那 Lambda 就不复存在，模型必须更换引擎的设定。当然，目前暗能量变化的证据还只是些苗头，并非板上钉钉。李斯和许多天文学家正积极研究更多的数据，想搞清楚宇宙加速膨胀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暗能量这个昔日让我们震惊的发现，本身现在也有点摇摇欲坠的意思。如果连它都不按原本的剧本走，那宇宙学标准模型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边早期星系闹独立，另一边暗能量搞变卦，
整体大厦晃得厉害。当经典理论受到挑战时，科学家们的一大反应就是开脑洞，提出各种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替代理论。如今，为了解释韦伯带来的这些冲击，有些研究者开始畅想一些非典型宇宙图景。其中一个最引人瞩目的观点是，我们的宇宙可能本身就在一个巨大的黑洞内部。什么？我们在黑洞里？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情节，但别急，还真有点根据。事情要从韦伯的新发现星系旋转偏好说起。2025年，科学家在分析韦伯高级深空调查 JADIS 数据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所观测的263个遥远星系中，大约2/3呈现顺时针方向旋转，另外1/3逆时针旋转。正常来说，如果宇宙在大尺度上没有偏向性，星系旋转方向应该各占 50%， 就像抛硬币一样正反平均。然而韦伯的数据提示，在深空某些区域，星系自转方向似乎有统计上的偏差，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信号。如果星系旋转存在偏好，那意味着宇宙在大尺度上可能存在一个优选的旋转方向或轴线。换言之，我们的宇宙整体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有自转的。而一个整体自转的宇宙无法由标准的各项同性大爆炸模型产生，因为标准模型假定在大尺度上宇宙没有哪个方向特别不同，更不存在整体旋转。这时候黑洞宇宙学理论粉墨登场了。根据黑洞宇宙学，也称史瓦西宇宙学的设想，我们的整个宇宙可能就是更大尺度母宇宙中一个黑洞的内部。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拉杰·帕特里亚等人，如今波兰裔物理学家尼科德姆·波普拉夫斯基等也在积极支持和发展这一观点。按照他们的描述，当一颗大质量恒星或更复杂的天体在母宇宙中塌缩成黑洞时，其内部并不一定形成一个无限密度的起点。相反，强大的引力扭转和自旋可能使坍缩物质在达到极端但有限的高密度后发生反弹，就像一根被压紧的弹簧突然释放，那团物质会在黑洞内部猛烈膨胀开来。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没错，这膨胀开的那一刻，对于黑洞内部的观测者来说，几乎就是一场大爆炸。黑洞的事件世界相当于新宇宙的边界，从里面看，那就是我们可观测宇宙的极限。在这个理论中，我们宇宙的大爆炸起点其实是母宇宙中某个黑洞内部的一次大反弹。黑洞旋转轴给新宇宙留下了遗产，一个偏好的方向，也就是宇宙整体的旋转。这恰恰可以解释韦伯发现的星系自转偏好现象。我们的宇宙继承了母黑洞的自旋方向，因此早期形成的星系也沿着这个优选轴旋转，出现顺时针多于逆时针的偏差。如果这一理论为真，那真是颠覆三观。我们平时谈论的黑洞不再只是宇宙的终点，它还是新宇宙的摇篮。每一个黑洞内部都有可能孕育出一个新的子宇宙。同理，我们的宇宙也是某个更大宇宙的孩子，怪不得永远看不见黑洞内部，那里有自己的时空，连光都出不来。我不知道大家此刻作何感想，反正脑海中浮现出一种奇妙的画面，无数宇宙像套娃一样层层相生，每个黑洞都是一个通往新宇宙的单向门。这样的宇宙循环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又觉得壮丽奇幻。当然，目前黑洞宇宙学只是少数学者提出的假说，要让主流科学家信服还需要更多证据。至少韦伯的旋转偏好发现提供了一丝希望的线索。如果后续观测确认宇宙真的有统一旋转轴，那标准宇宙学将面临重大挑战，而黑洞宇宙论等新的框架将受到极大关注。除了黑洞宇宙学这样天马行空的想法，还有一些替代理论从更接地气的物理出发，比如重新审视广义相对论在宇宙尺度上的效果。其中有一种被称为实景宇宙学 Timescape Cosmology 的理论非常耐人寻味。它的核心思路是，或许宇宙中不同区域的时间流逝速度并不一致，我们在观测远方天体时忽略了这一点，因而误以为宇宙在加速膨胀。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可以减慢时间流速。举个常见的例子，在强引力场，比如靠近黑洞或者在地球深处，时间会走得比远离引力场的地方慢一些。
通常我们在宇宙学中假设大尺度时空均匀平滑，但事实上，宇宙并非处处一样密集，有些地方是星系团、超星系团，物质密度高，有些地方是巨大的宇宙空洞，几乎真空。实景宇宙学提出，密集区域和稀疏区域的时间流速可能有所差异，比如在星系团这种深引力井里，时间稍微慢一点，而在空旷的宇宙空洞中，时间相对走得快一点。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站在银河系所在的密集区，去观测远处那些处于相对稀疏环境中的 Ia 型超新星，这是测宇宙膨胀的经典距离标杆，我们得到的时间和亮度信息就会产生偏差。远方空洞区域的超新星，其光变曲线等看起来与我们预期的不符，我们可能错把时钟走得快解读成了距离拉得远。换句话说，我们以为那些超新星比按常规膨胀模型应该出现得更暗、更红，这是宇宙加速膨胀造成的。可实景理论说，也许是因为那里时间流逝更快，所以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们比预期老了一点，距离远了一点，需要假想一个加速来解释。这个概念有点拗口，可以想象一个比方，假设宇宙有时区差异，就像地球上不同时区有时间差。如果你不知道对方时区不同，看到对方的钟表比你这边快，就以为发生了什么怪事，比如时间穿越之类。实景宇宙学认为，我们观测遥远天体时可能没考虑宇宙时差，从而误判宇宙在加速膨胀。其实也许宇宙膨胀是正常的，只是我们的宇宙钟没对准。如果实景宇宙学是正确的，那么震撼程度毫不亚于其他颠覆理论，因为这意味着加速膨胀和暗能量这种超神秘的东西可能压根就是个视错觉。我们辛辛苦苦引入的 lambda 暗能量，也许只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广义相对论在大尺度非均匀性上的效应。说的极端一点，宇宙膨胀加速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被夸大了。这可是捅了马蜂窝。过去20多年，宇宙学界无数的工作都是建立在接受加速膨胀这一事实基础上的啊。当然，实景宇宙学目前也只是少部分人在研究的模型，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验证支持。不过，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不要过早假定暗能量这类奇特成分，先仔细检查一下爱因斯坦的理论，在大尺度上的应用是不是出了遗漏。有时候，最细法的真相其实隐藏在基本原理中，只是被我们不经意忽略了。韦伯望远镜引发的最后一个深层次拷问，直指宇宙学最根本的命题——大爆炸本身。几十年来，大爆炸模型在科学界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毕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元素风度、星系退行等多种证据都力挺它，让我们深信宇宙诞生于一个极端炽热致密的初始时刻，然后持续膨胀演化至今。但现在，有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我们是不是误解了大爆炸的细节，甚至整个图景。首先一个疑问，宇宙真的只有一个起源点吗？传统观念里，大爆炸描述的是整个时空从一个起点般的初始状态同时诞生，但某些理论设想中，宇宙也可能有多点诞生或非单中心的起源模式。比如有观点猜想，或许大爆炸并非在空间上完全均一地发生，有些区域先点燃了，形成了原初的膨胀泡，而另一些区域稍后才跟进，最终这些膨胀区连成一片，形成我们可观测的宇宙。但在微观尺度上，它并非来自绝对同一个点，而更像是一场烟花有多个引爆点。同理，还有所谓泡沫宇宙的概念，宇宙在更大的尺度上可能是由许多膨胀泡泡、子宇宙构成，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只是其中一个。虽然这些想法目前缺乏直接证据，但他们告诉我们，关于唯一的起源也许可以有不同解读。其次，循环宇宙理论给出了另一种时间维度上的替代方案。假如大爆炸并非一锤定音的绝对开端，而是宇宙无数轮回中的一次凤凰涅槃呢？有人提出，宇宙可能经历永恒的周期，大爆炸膨胀，冷却收缩，再大爆炸，如此往复没有尽头。像罗杰、彭罗斯的共形循环宇宙，或斯坦哈德等人的弹跳宇宙模型，都属于这种思路。在这些模型里，每一次循环都会留下些痕迹给下一次循环。或许韦伯望远镜看见的那些过于成熟的星系，就是上一次宇宙循环遗留下来的种子。
使得新循环一开始就显得熟过头了。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悬，但假如未来我们在宇宙微波背景中找到了前一周期的信息，那么大爆炸就不再是其，而只是周期性事件之一。还有一些更具象的猜想，黑洞孕育星系便是其一。前面说到黑洞可以孕育整个宇宙，那是在更高层面。这里说的母黑洞孕育星系，则可以理解为，也许每个大型星系的诞生本身就源于某种小爆炸或特殊事件，例如原初形成的超大质量黑洞。我们一直困惑于星系和中心黑洞的先后顺序，到底是星系形成后中央塌缩出黑洞，还是黑洞先形成再引力聚集出星系？如果是后者，那么几乎每个星系的诞生都伴随一个母黑洞在幕后策划。极端设想下，这些原初黑洞甚至可能是上一代宇宙的遗物，通过大爆炸进入我们这个宇宙，成为星系生长的核心。这么看，大爆炸的角色也许需要重新定义，它不一定是创造出所有物质的唯一源，而可能是把火种散播到新宇宙的过程。此外，白洞理论也值得一提。白洞是广义相对论里的假想天体，是时间反向的黑洞，物质只能从中喷出，无法进入。有理论提出，宇宙初始可能就是一个白洞瞬间释放出巨量能量物质，即大爆炸。而如果宇宙中存在其他规模较小的白洞，它们也会成为局部的创生点，喷涌出新的物质。这些白洞也许寿命短暂，但足以在局部造出星系或星系团的胚胎。一旦白洞结束喷发，那片区域就留下一堆新生的恒星和物质云，形成一个星系。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白洞真实存在，但科学家一直在寻找，比如有没有莫名其妙出现的高能粒子喷流没有源头之类。如果找到，真有可能改写我们对宇宙结构形成的理解。归根结底，质疑大爆炸理论并不意味着否认宇宙曾经炽热致密，如今在膨胀这些基本事实，而是对起源和演化方式提出不同的叙事。韦伯望远镜带来的这些矛盾现象，相当于在宇宙学这部大片里埋下了一连串疑点，逼得编剧，也就是科学家们，不得不去考虑各种出乎意料的剧情走向。谁能想到，我们也许一直以来理解错了宇宙的剧情发展。听到这里，您可能会问，那我们过去的宇宙学知识是不是都白学了？难道大爆炸宇宙模型要寿终正寝，被新理论取代吗？别急，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推翻，更多时候是不断修正。目前虽然出现了这么多挑战 Lambda CDM 和大爆炸的讨论，但标准模型依然有它强大的成功之处。毕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几乎完美的黑体谱和各项异性模式元素丰度的精确匹配，这些成就可不是轻易被抹杀的证据。韦伯望远镜的发现固然令人震撼，但科学家首先会仔细检验这些早期星系的数据会不会有误差，比如红移测量是否准确，无线电或光学后续观测能否确认它们的距离和质量。有些最初报告的超高红移星系后来被证明其实是较近的尘埃星系，这样的乌龙也发生过。所以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的谱线观测，更多望远镜协作，来逐一确认韦伯发现的异常星系究竟有多异常。另一方面，即使确认了这些星系确实质疑模型，科学家也可能选择在 Lambda CDM 框架内寻找调和的办法，比如调整星系形成的刺激模型，引入新的因子来解释高效恒星生成，或者考虑宇宙在特殊环境下演化的统计概率。也许这些怪异星系虽然罕见，但并非不可能，只是此前我们样本小没看到。就像见到会走路的鱼，我们不一定推翻生物进化论，而是会去研究特殊的环境如何赋予了鱼这些本领。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大量新证据不断积累，显示出系统性的偏差时，范式转变往往已在酝酿之中。开普勒发现行星轨道不是圆形，最终将天文学范式从完美圆形转到椭圆轨道。19世纪末的光谱异常催生了量子力学。上世纪的天文观测让大爆炸取代了稳恒态宇宙。也许韦伯望远镜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为宇宙学带来下一次范式大革命的契机。想象一下，也许10年后的课本上，我们会写着这样一段话：21世纪20年代，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观测
揭示出标准宇宙学模型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现象。经过科学界的激烈探索，人类终于发现了新的宇宙图景。这段空白会由什么填补呢？是黑洞宇宙学大行其道，告诉我们宇宙有母体和子代，还是实景宇宙学修正了引力效应，让我们恍然大悟，加速膨胀只是一场误会？亦或是其他我们目前难以想象的理论？无论答案如何，这一切都令人格外期待。可以肯定的是，科学的自我修正力量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曾深信不疑的一些宇宙真相，或许真的全错了也说不定，但这并不是坏事。相反，它意味着我们将学到更新、更奇妙的真相。宇宙的剧本也许比我们原本的版本精彩100倍，只等我们去发现和书写。韦伯望远镜只是翻开了新篇章的第1页，后面的故事发展将由更多观测和理论去推进。最后，不妨留几个悬念给各位。如果我们真的身处黑洞内部，你的直觉能接受吗？如果暗能量不是恒定的，宇宙常数这个词是不是本身就是个谬误？假如有一天科学家宣布大爆炸理论需要大修甚至推倒重建，你会感到震惊还是兴奋？对于热爱探索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魅力无穷的悬疑剧情，而我们正处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宇宙学悬疑片当中。或许多年后回首2025年，我们会说，就是那一年，韦伯望远镜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宇宙的起源与命运。在质疑声中，我们重新发现谦卑。原来我们对宇宙的了解依然微不足道，但也正是在不断推翻自我的过程中，人类的宇宙观才能愈发接近真相。准备好迎接宇宙的新篇章了吗？也许下一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以为的真相真的全错了。